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酱园弄上映，赵丽颖口碑翻盘，张艺谋眼光太准。酱园弄上映第一天，观众的吐槽声音比票房涨得还快，但是就在上映之前，大家都对赵丽颖不太看好。这回她倒是彻底给自己扬眉吐气了。自从电影宣传一开始，赵丽颖就成了主角团红毯上的人间蒸发。当年张艺谋说的那话，可能早就预示了赵丽颖现在的决定，也算是给所有女演员敲了个警钟。酱园弄的红毯上，失踪人口可得提一提。论起红毯缺席率，赵丽颖真是内娱圈里的焦点人物。内娱圈的人都知道，红毯就像明星的电子名片一样，光是露脸就能上热搜，弄个造型就能涨人气。现在连新出道的练习生都明白，红毯上的9宫格比拍10支 MV 还要有效。可酱园弄从戛纳到上海电影节，赵丽颖竟然4次都没来，连个身影都没瞧见。赵丽颖第一次缺席是在戛纳，那会儿章子怡、杨幂他们都在穿着高跟鞋走红毯，结果赵丽颖却在剧组的酒店里盯着剧本。第二次是在上海电影节上，有网友爆料说主办方还主动提出可以去接赵丽颖，但她还是拒绝了，理由还是那句拍戏实在走不开。其实赵丽颖这次缺席红毯活动也不是头一回了。Vogue 盛典可是时尚界的大聚会，明星们都觉得能出现在那儿特有面子，个个都提前准备好造型，就是为了在镜头前展现最美的一面。不过赵丽颖这次没到场。微博世界大会的红毯可真热闹，许多媒体扛着设备准备给明星们拍照，那阵仗可是相当惊人啊。各路的演员们拼命使劲，就是想在这条红毯上多引起一些制片人和导演的注意，可赵丽颖还是没来。有人说她摆架子，其实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她为了拍戏那份敬业劲儿，真让人佩服。赵丽颖这姑娘一直都不爱跟娱乐圈的人凑热闹，她干啥都有自己的主意，尤其是演戏，对她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事。24岁拍《宫锁珠帘》时，她还是个刚入圈的小新人。有场马戏演出，导演说用替身，安全最重要，她却不听，硬是想给观众们展现更精彩的表演。结果悲剧来了，那匹马惊慌失措，把赵丽颖一下子甩出去10几米，摔到地上半天都没爬起来。听说那时候工作人员想送她去医院，她就是不愿意，还是执意把剩下的戏拍完。后来赵丽颖的背上就鼓起了一个大包，医生说了，要是当时处理的快点，就不会留个包子在那了。现在的她连穿露背的衣服都得在腰上画朵花来遮丑呢。这股较真劲儿在第20条中简直是玩到了极致。为了把聋哑人演得真实，她提前3个月就开始学手语，每天对着镜子练，手指都练得僵硬的连筷子都握不住了。听说她想感受真实的生活，于是就搬去了听障朋友家住，跟着他们学做饭、打手势，连人家吃饭时咔嗒咔嗒的碗筷声都一笔一笔记下来了。连张艺谋都被她搞得不敢碰了。起初我觉得这个姑娘挺闷的，不太爱说话，后来才明白，她不是不会聊天，而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角色上了。这次拍酱园弄，赵丽颖为了把西林这个角色演好，又是费了不少时间和心思，跟之前一样。她可能觉得在红毯上耗时间，不如多花心思演好角色，让观众在大屏幕上看到更完美的西林。这类没正经的行为，在娱乐圈里简直是个另类。现在的明星，哪个不是拼命忙着上综艺、拍广告、搞时尚呢？可赵丽颖偏偏要把时间浪费在没啥用的事上。这份对演员工作的尊重和对角色的用心，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，
但还是挺值得我们点赞的。现在看，张艺谋当年说的那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啊！张艺谋一句话说得透彻，他曾经坦言，演员的脸除了在红毯上，更多是要在角色里体现出来。这话听着挺让人心疼，但仔细一想，确实说得对。现在的娱乐圈，流量和演技总是有点互相矛盾。有的人靠走红毯来增加自己的热度，但作品一部比一部烂；还有的人靠综艺节目维持关注度，结果一上剧就被大家吐槽演技太差。可赵丽颖就是不想参与这种热闹。她以前在采访里说过，红毯这种事，能不去就别去。她不去的原因就是她明白，红毯上再怎么闪得亮，过2天就没人记你了。要是这个角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观众一辈子都能记得。就跟现在火热的酱园弄一样，在一堆差评里，赵丽颖还是能特别突出。刚红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劝她赶紧接代言，上综艺，可她偏偏就扎进剧组里忙活。从《陆贞传奇》的女官，到风吹半夏的老板娘，从知否的盛明兰，到与凤航的碧苍王，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。这种死撑角色的拼劲，估计正是张艺谋看中她的原因吧。一上线，赵丽颖就靠真本事火得不行，真是太厉害了。那些为了角色熬夜下苦功的努力，真是没白忙活。在流量和演技之间，她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，但她却走出了最稳的脚印。这次大家的好评，简直是对她最大的肯定。2. 酱园弄开出 5.9 低分，75%观众没看懂电影，中国电影要完。正式上映第3天，陈可辛导演的《酱园弄》悬案豆瓣开出 5.9 的低分，这是陈可辛导演生涯里评分最低的一部。在此之前，豆瓣评分最低的是武侠 6.7 分。除了这2部之外，陈可辛没有评分低于7分的电影。开分之后，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为这部电影鸣不平，认为不应该低于7分。5.9 分我也相当意外，电影从去年戛纳电影节放映之后争议声就很大，这种争议会影响观众打分的主观判断，最终分数肯定会比实际应得的分数低一些，但 5.9 低得过分了。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太多人没看懂这部电影。豆瓣打分比例显示，45.6% 的观众打出3星，21.6% 的观众打出2星，还有8% 的人打出1星，加起来超过75%。这部分人应该都没看懂这部电影。这么多年来，陈可辛拍电影始终兼顾艺术表达和商业成功，哪怕是《亲爱的》这样沉重的打拐故事也能拿到3.44亿票房，而经历改名风波，删改了一些内容的体育片夺冠，则在国庆档卖了8.36亿。从进入敲开内地市场大门的《如果爱》，到这部《酱园弄》悬案，陈可辛抓社会热点，抓影片表达主题，抓电影品质以及抓核心表达，从来都是成功的，这一次也一样。只不过回望《酱园弄》从戛纳电影节至今的宣发全过程，几乎每一部都遭致误会和非议。比如很多人以为是临时决定的分成上下2部上映，认为不妥的观众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应该直接上映戛纳电影节的150分钟版本，分成上下2部不就是想多圈钱？要知道陈可辛早在开拍之前的釜山电影节上就已经宣布《酱园弄》会拍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的内容，分成上下2部上映。而只有一次放映机会的戛纳电影节，是单独剪出了150分钟的特供版。试问，难道150分钟版本里没有的章子怡对抗野猪大戏不值得看吗？认为陈可辛圈钱，就等于戴上了有色眼镜，先入为主，不打差评都怪了。但是这么想实在太糊涂了，在这个项目里，
陈可辛其实就是给资本打工的角色，投钱的是欢喜传媒和猫眼。陈可辛的我们制作排在第4位，作为导演自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好票房，但酱园弄亏还是赚，对他影响真没那么大。又比如一些人认为酱园弄悬案挂着悬案2个字，但根本没什么悬疑，差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暂命名就是酱园弄杀夫案和酱园弄，直到官宣分成上下2部之后，就加了个副标题悬案2个字。但悬案不等于悬疑，我的理解是悬而未决。这桩奇案不是秘密，犯罪过程、最终判决结果，只要稍微做点功课就能找到文字资料。詹周氏的故事原型直到千禧年后才过世，电影怎么可能会走悬疑路子？且不说电影里杀夫不是悬疑，甚至我觉得这部电影都不应该贴上犯罪标签。詹周氏杀夫只是一个引子，或者是折射大时代的切口。电影讲的是风云诡谲的大上海，在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命运起伏，在男人执掌天下的环境下，女性如何自救自强，如何与男权抗衡。遗憾的是，太多人没有看懂这一层用意，还有人因为呈现手法过于真实残忍而怒打一星，指责电影是虐女奇观，这显然是一种误读。酱园弄悬案不是 cult 片，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的遭遇是陈可辛的表现手法，而不是目的。那些触目惊心的段落，才能凸显旧社会女性的绝望，反衬出詹周氏的悲惨命运以及她反抗的必要性。更好笑的是，评论竟然还写女的被打是真的被打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果是真打，打完脸上势必留下痕迹，电影还要不要拍了？再比如有人质疑人物动机，觉得雷佳音的行为不可理喻，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，突飞猛进，这真的是没看懂电影。如果陈可辛稍微手松一点，这部出场人物这么多的电影剪到110或120分钟，节奏都不会慢，但陈可辛下手太狠了，只剪到了不到100分钟，于是节奏太快，叙事效率太高，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，稍微走神就错过重要台词。没错，毫不夸张，酱园弄悬案没有一场废戏，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，人物太多，篇幅有限，人物塑造没办法徐徐展开，陈可辛交给了行动和台词。雷佳音饰演的薛志武做事果决，走路生风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规矩要比真相更重要。什么规矩？他受封建传统观念太深，认为女人就要绝对服从男人，正应了那句话：生是 X 家的人，死是 X 家的鬼。于是易烊千玺饰演的宋瞎子上街，杀夫案败露，薛志武都还没看现场，就说老婆杀了当家男人，反了天了。他草草结案，法医指出有第2把刀后，他在审讯室对詹周氏说：一介女流，谋杀亲夫，还见了我2回，真长脸啊！男权的形象凸显出来了。但这句话还不只是男权这么简单，还见了我2回，这是不是皇上才应该说出来的话？薛志武就是这么想的，整个上海滩都在他的掌控下，他就是法律，就是上海皇帝。所以他放了女主编，在车上说这是我说了算的世界。他连香港都不去，坚持要杀掉詹周氏，就是因为自己断的案子不容置疑，自己的权威不容挑战，说什么他都要杀掉詹周氏。还因为他依然对自己在上海的未来怀有憧憬和希望，所以他对银坊饰演的副主编说：谁来管上海，都需要我来帮他管。他就是如此残暴和傲慢。其实不止薛志武，电影里所有角色都是这样的塑造方式。比如工作台上的帽子暗示了杨幂饰演的女犯和警察有私情，与结尾呼号自己怀孕相呼应。李现搂章子怡腰的动作，给了后面他承认2人有染提供了暗示。电影细节太多了，只不过观众看无聊的烂片太多，
已经习惯了边看电影边翻手机，错过细节，影响了对电影的理解，反手回来就要打差评。最后很绝望地说一句，这样一来，中国电影就更没有希望了。这几年的电影市场劣币驱逐良币非常明显，见惯了烂片挣大钱，精心制作的好电影票房扑街，片方血亏。抓娃娃这样的电影能卖33亿票房，可耗费重金精心打造的解密却只卖了3.3亿票房。很多观众不接受解密，只是因为片尾陈思诚参演，从而将电影前面2个小时的亮点全部推翻。结果陈思诚不再拍大制作，唐探系列缩水做出来了一个唐探1900，和刘慈欣合作的戴上你的眼睛被转搁置，唐探系列后续作品也没有出现在前不久的万达片单上。酱园弄悬案有至少近10年来国产电影最强大的演员阵容，结果呢？因为镜头尺度大打差评，因为分成2部打差评，因为看不懂人物动机打差评，甚至会因为2位演员之间的番位和演技比较而打差评。现在越来越难以看到公允的电影打分了，不是5星捧上天，就是1星2星踩到泥里，越来越极端的评价在持续不断地伤害中国电影。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酱园弄这样演员阵容这么强大的电影了。结果是有能力的导演出走，杜琪峰走了，娄烨应该也准备走了，而陈可辛早就为出走做好准备。酱园弄悬案的遭遇或许会成为他出走的决心。说回开头提到的2022年釜山电影节，当时随酱园弄一起宣布的还有陈可辛的泛亚洲公司 Changing Picture。 这家公司成立后，计划推出20部不同类型的剧集，并预计在前4年交付其中4部，其中有甄子丹主演的 Outright Loser、Hidden、Master， 韩国网络漫画改编的 One、High School Heroes Hizo in Class 2，以及陈可辛2002年开发的恐怖 IP 见鬼的续作。这几部将来想必要在国外或香港才能看到了。